欢迎观看我的影片。这趟旅程一共有5个人，所以行程规划上尽量避免爬楼梯。今天就跟我们一起攻略重庆吧。我们住的是全季，选在牛角沱地铁站旁，建议住宿远离解放碑 ，CP 值会高很多。出了 T3航厦07号门，前往网约车上车点，沿途都是问你要不要搭车的网约司机。上网打车也是他们接单，但会更有保障。从江北机场打车到渝中区，大约30分钟，车资大约人民币50元不到。重庆的景点主要都集中在渝中区，听劝，跟着我的指引走，最省脚力。重庆的大众运输系统做得很好，搭配便宜的网约车，出行很方便。只是很多地方都需要上下楼梯，建议出发前深蹲要多练个几天。上下班时间地铁很繁忙，记得要避开啊。绕过餐厅区，过马路才进入到古镇，请善用星巴克对面的手扶梯。坐上去后，再从两边慢慢逛下来。下午在网络上找了一家小区旁的火锅店，周围看不到观光客，虽然是连锁店，评价却相当的好。汤头我们点了微微辣，司机聊天都说到，重庆人也有不吃辣的，麻辣只是重庆特色，但不是只有麻和辣。微微辣，一样吃到大家不要的。没想到这次旅行，麻辣火锅这是第一家，也是唯一一家。坐地铁到七星岗站，从1号出口出来，沿着中山一路往通远门城墙走去。爬上城墙后，再往通远楼方向走去。下了城墙，沿着路缓缓下坡，就到达李氏巷。李氏巷前面推荐一间胖妹面庄，路过的时候，老板娘正在擀面，因为很饱，所以合吃了一碗牛肉小面，
全体认为是这趟重庆之旅最好吃的。3层下基本都是楼梯，下楼请小心。观光区的物价明显也比较高。3层步道一般是建议下午来逛，顺便看一下夕阳。走累了，到茶园月色喝一杯奶茶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介绍从3层步道移动到18梯的路线。从游客中心走下来后，右转的前方会有地下通道。进地下通道后呢，先左转，再走右边的出口离开。回到地面直走，看到维也纳酒店，就到了18梯。18梯往教场口地铁站，是一路平缓的上坡，后面会有手扶梯。上都是建议晚上来18梯逛，气氛比较好。教场口地铁站可以散步到解放碑，大约500公尺不到，也可以坐地铁到临江门站，解放碑就在旁边。去洪崖洞可以从解放碑散步过去，不到1公里的路程，也可以从小石子地铁站散步过去。在地的司机大哥都不建议逛洪崖洞，人挤人外，都是网红餐厅，而且味道不好吃。基本上都是建议我们去前石门大桥拍照就好。前石门大桥拍照的位置是先从洪崖洞对面的红绿灯过马路。进去马上右转，注意看右前方会有指示牌，往前石门大桥，跟着指标下楼梯，人多路窄，小心注意安全。